接下来这位演员朋友能不能把这个卦接着开下去？下面这位朋友来自四川，应该说在他走到今天，离不开背后的很多人啊，所以今天这位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一些背后的故事，掌声欢迎贾浩。Hello， 1楼、2楼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贾浩，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做了很久了啊，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因为我看有些朋友已经悄悄拿粉扑补了好几次妆了啊。哎，我第一轮讲的是我学化妆学了1年多的心得体会，播完之后真的有网友私信骂我，说你也有资格聊化妆啊，我以为毛戈平来了。当然也有很多喜欢的观众啊，讲了脱口秀好几年了，一点一点攒到今天，终于也有了5个自己的微信粉丝群了，5个啊。其实运营很有讲究的，分享给大家很有讲究的。首先我不能用我的微信加了大家在我群里拉，对吧？我是专门请了有一个小助理在帮我运营粉丝群，然后那个小助理是我本人。哎，我自己是自己的助理，天助自助者。我5个群，2000多个人，全是我一个一个拉进群的啊！你就知道早几年我有多闲。关键那个微信号是我一个女生朋友送给我的一个多的微信号，是个女号，性别女。所有观众加我的第一句话都是“小姐姐好呀”。我能怎么回？我就嘻嘻。后来就有朋友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小助理是贾浩请的人啊？马上就有人说贾浩请不起人。终于有一天，有个观众在群里大胆开麦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小助理就是贾浩本人啊？”我把他踢了。其实除了这5个粉丝群以外，我刚刚入行，刚上台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初代粉丝群，这个群名又叫“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里边的群主，我的父亲。要先插出去哈，就是我们节目播到现在，大家可能知道，现在涨粉第1的是小帕，涨粉第2的是我爸。可能有点内部，就是之前我讲了一个段子，说我爸把我的泳装照发到自己的账号上面，然后就很多观众去找他，关注他，和他互动。哇，这几天我爸小某书粉丝涨了2万1，哇！但他关注了2万4千人，哇！我爸的策略就是你若关我，我必回关。我妈说前天晚上关注别人关注到了凌晨3点，60岁的高龄第一次得了腱鞘炎，属于是老来俏。我爸就是直接回关，群里最不直接表达诉求的是我妈，因为我之前问过我妈，我说妈，要不给你买台按摩椅吧？我妈说不要，按摩椅不得2万多一台呀？我就知道她看中一台2万多的。是吧？我就说妈也有便宜的，我就给她发了台2000多的，我妈说不要。她甚至过年在家每天看不惯我，她都不直接表达，因为她每天都看不惯我睡到自然醒。但是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世界上最优雅的3个字就是自然醒，对吧？你听嘛 ，Burberry、香奈儿自然醒。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醒。但我妈不，你要哪天早上8点还不起床，她就会像卧室没有人一样推门进来，以床为中心在周边拖地，围着你拖地。哎呦，你在床中心躺着那个感觉，你们看过冰壶比赛吗？就拖地，你要再不起床，她就会把卧室所有门窗都打开，在我们四川阴冷的冬天，说要通通风。对，然后她会走到阳台，冲着楼下路过的阿姨在那儿。我们家豪还在睡，不要吵到他。他通风还报信。这个群里最承载我童年回忆的是我外婆，因为我小时候暑假每次放假都是寄养在农村外婆家的，所以每次外婆给那个猪煮猪食的时候，就是我和我表妹最期待的时刻。因为真的很好吃，它是用那个红薯啊、红薯叶子啊，还有很多菜叶子在一起煮，很好吃。
所以每次喂猪以前，我跟我表妹会先过一遍。那个猪等久了就会扒着猪圈叫嘛，我外婆就会过来叉着腰骂那个猪，吃吃吃，就晓得吃。猪听不懂，我听得懂。现在回过头就知道了嘛，当初外婆喂猪那些，我们现在叫沙拉。所以第一次有上海的朋友请我吃白人饭，问我什么味道，我说儿时的味道。他没想到你从小还是富养，我说哎，我们叫圈养。群里年纪最大的是我外公，89岁了，身体很好啊，但是每天就超级喜欢抽那种老年人的老式叶子烟，大家见过吗？老年人老是卷烟叶子烟真的很难劝，因为他89岁了，89岁了，你很难告诉他吸烟影响寿命，对吧？你要说外公吸烟影响寿命，他肯定会说对头，少抽一口就要死哎。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听得懂。你要问他长寿的秘诀，他肯定回你3个字：叶子烟。他现在越活越自我了。我这么说吧，我外公现在过马路啊，一般不看红绿灯，就慢慢挪，就慢慢挪，所有车看到他都会减速的。我外公的威慑力远超红灯，他是个老灯，就闯红灯。89岁，正是闯的年纪啊，就闯。但我后来观察过，他不是说想闯红灯，其实他刚开始走的时候灯还是绿的，他就是走到一半啊，他跟我爸一样属于意外走红啊。而且我想过，他没有这么在意这些了。你想，我外公89岁了，89岁了，他哪怕真的犯了个什么事情，你判他个无期徒刑，89岁了，大概率就判个几年嘛。这个梗我跟我外公讲过，他很喜欢，他说你要笑死老子。哎，他后面说句四川话，我慢一点说，看大家能不能 get 到。他说：“监狱头没得叶子烟，老子怕拘留4、5天就完了。”哦，能听懂吗？太 keep real 啊！我爸有时候还会拿我外公道德绑架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感受。当你外公89岁了，贾浩89岁了，他现在唯独的心愿就是想看你结婚生子。我外公在旁边，我想抽口烟。抽完烟以后，老头子说：“现在想看你结婚了。”所以我有时候真的在想，我外公89岁，又幽默又能讲地域梗，还不在意评价，有没有可能89岁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最好的年纪？你想我89岁还在台上讲脱口秀，哇，那也太好了。倒是大家应该也都健健康康的都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长寿的秘诀就是叶子烟。我真的想过，这个初代粉丝群还有不少成员的故事，我想慢慢分享给大家听。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起听着段子慢慢变老。你想我89岁了还在台上闹，你们还在台下带着假牙笑，可能还是会有人骂我，你有什么资格聊化妆？我这个耳朵呀完全听不到。谢谢大家，好，谢谢。贾浩锁票倒计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哇，贾浩，你这一季真的花了很多精力讲自己的家人故事。是的，是的，因为讲了第一个之后，后面的人就开始有意见了啊。我爸最近涨粉有点太快了啊，我妈也开始运营小红书了，很吓人，很吓人。所以其他人都在想红。没有，他们很享受跟网友聊天的那种感受。比方说，我妈她退休了，她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如果有人跟她聊会儿天，她就觉得哇，这个让她很开心。而且聊的是儿子，有可能，有可能。那不然聊什么呀？没有，我爸会给我，比方说几位领校员，我爸都悄悄就关注你们什么的。他昨天告诉我说，四川话看大家能不能听得懂。他说你晓不晓得昨天李宇春到上海虹桥机场了？他给我讲的，我说你要去接机吗？你看这个感觉。他的故事，尤其是家庭故事，我觉得很多人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家。对，
我爷爷一样啊，我爷爷也抽那个叫什么？你那个叶子烟，就是小卷的，对，那个特别呛，是不是？那个烟太呛了，特别呛。我20多岁时候还递给我一个让我抽，我说我不抽，我说为什么要抽？我爷爷说咱们家不能断了香火，然后但是那个真的很呛，那个抽全屋都是那个味儿，是吧？那个味儿真的很呛。但是你看这家里人他就这么活过来了，就是温暖，对吧？就是温暖，就这么开心，因为他心里就觉得这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那种感觉，对，没错。而且贾浩啊，我觉得真的，上回我跟鲁豫老师，我们还一块见面说了2句，就是我们觉得你特别努力，就是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真的很努力的人，就是我们看得出来，贾浩在台上，你看看那个星光四射，然后他那个好多段子，然后出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都是他经过他自己不断的练习，而且无数的不确定才磨出来的。没有，因为其实背后所有演员都很努力，你要用最多的努力才跟他们匹配得了对手那个层级，所以对，我觉得没有大家的努力，今天晚上的比赛也不会这么精彩。对。而且贾浩后边讲了一个，他到89岁，然后大家也都是老观众了，一块儿来。哇，我之前还想过，如果我要是能80多岁唱歌，我一定唱那个《我要我们在一起》，因为那个歌到后边膝盖疼，哎呦哎呦，一块哎呦，一块倍儿疼的，哎呦，唱这歌。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是因为他对脱口秀有一种认真，对，认真多了才会有这份深情，就觉得我要干到死，我要干到老。贾浩非常非常认真，真的是这一点。他刚刚在讲89岁讲脱口秀的时候，你知道我脑子里面的画面是什么吗？我那个时候已经90多了，然后我还来当校友团，还来看，然后我旁边的可能已经100多了。这样，我觉得按照那个寿命的规律来说，大概率我这100多岁可能还在100多。然后那个时候看完了之后，还跟他颤巍巍的举起“浩哥真棒”。到时候我一定来，我一定说浩哥真棒。谢谢老师。来，让我们离开岁数这个话题吧。没事，可以。你也是讨厌啊，非说89干什么？你讲脱口秀。重点是你看啊，4灯都亮了啊！你是怎么奇迹般的觉得这事儿跟你没关系的？你跟我不是同岁吗？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的所有注意力，都应该关注到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本人，真的以及他精彩的表演上。但不知道他们本着为什么都关注到你这儿了？那是因为他们优秀啊！来了，贾浩，看一看，在贾浩的成绩出来之后，是不是上面的5位仍然那么坚如磐石？贾浩他的最终票数是290吧，290吗？哦，反正280以上得有的吧。换一下，又换了，我自动还知道排位呢啊！换一下，又有变动啊！贾浩，不用管上面那些人怎么换位置，因为你的位置在那儿。祝贺贾浩晋级总决赛！哎呦，朋友们，压力太大了，谢谢，太见了，谢谢。我很执着讲这一段也是，我小时候很多时候确实外公外婆一起带大的，然后外婆在我心目中是最亲的，外婆是在我读大2的时候去世的，就是觉得想把外婆的段子在一个匹配得到她的等级的舞台上讲出来吧。我主打秀的名字叫贾浩和郭光文，因为我外婆就叫郭光文。然后里边有很多家人的段子，但是没有写出来一个关于外婆的段子。我写过很多次，就是写的不好笑。我印象中当时第一次写的那个段子，大概意思就是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外婆刚去世的那1-2年，我就天天想做亏心事，我就希望她来敲我的门。
我很喜欢那部电影叫《寻梦环游记》，里边就说真正的死亡是被这个世界遗忘。那有观众知道我外婆的名字，那她就永远不会被遗忘。